这是一只濒临灭绝的大猩猩，它正在动物园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这是一个熊孩子。今天来游玩的时候，不慎掉进了这只大猩猩的展区。你们觉得在怎样不惊动大猩猩的情况下，安全地把熊孩子救出来呢？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而接下来问题继续升级，一边是濒临灭绝，一边是人类幼崽。假设动物园最多只能保证一死一活，那他们又该如何抉择呢？这非常简单啊，人命关天的事肯定是打死大猩猩救孩子啊。可关键是这只大猩猩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可控范围内，而结局就是他们打死了这只大猩猩。随后这个美国动物园就被骂惨了，甚至连熊孩子的父母都被人肉，此事轰动一时。2016年5月28日，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物园，有一名3岁男孩脱离父母的看管，翻过栏杆，不慎掉入了大猩猩的围栏。这不禁让所有围观群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视频当中的这一只大猩猩名叫哈兰贝，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不速之客，起初哈兰贝也有些困惑，站在男孩身边停顿了好一会儿。但随着围观群众议论声越来越大，哈兰贝像是把男孩当成了玩具，开始拖拽着他在水里跑来跑去，而这一举动也使得人群发生巨大的尖叫声。当然，也有人比较理智，让大家安静下来，不要激怒大猩猩。其实哈兰贝伤害男孩的意图并不明显，有时候他用手轻轻抓住男孩，保持着一种保护性的姿势，他也没有把孩子到处乱扔，只不过这毕竟是野生动物，哪怕不是故意的，哈兰贝随时随刻都可能将孩子置于死地。由于围观人群的噪音，哈兰贝越来越焦躁不安，他时而把坐着的男孩扶起来，时而把站立的男孩推倒。据目击者称，哈兰贝的双腿和双臂活动得很僵硬，动作幅度虽然大，但明显有些虚张声势。之后他又拽着男孩来到了领地深处，已经相处了快10分多钟了。动物园必须要做点什么，阻止局势恶化下去。考虑到镇静剂起效需要一定时间，在此过程中，大猩猩会被彻底激怒，还有可能会做出更加疯狂、更剧烈的反应，到时候就无法保证男孩的安危了。所以最后出于无奈，动物园决定用武力解决，一枪射杀了哈兰贝。据说开枪的时候，孩子就在哈兰贝的两腿之间，十分的危险。事后，男孩被送往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疗中心，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但一只濒临灭绝的大猩猩就这样悲惨去世，对于动物园和全世界大猩猩种族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而接下来，哈兰贝之死就引发了一场大型舆论风波。布列塔尼·尼斯利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他当时带着自家的2个孩子就站在男孩身边。事发时，布列塔尼就注意到涉事熊孩子嘴里一直在说：“我想进去和大猩猩下水玩。”而他的母亲直接拒绝了。很快，布列塔尼用余光瞄到，这熊孩子竟然试图越狱。他站在围栏边缘的木栅栏灌木丛中，要知道那围栏大概有1米高，男孩爬得还很快。可此时男孩的母亲注意力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布列塔尼吓得惊慌失措，赶紧伸手去抓他，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男孩就这样掉进了大猩猩展览区的浅水护城河中。此时饲养员赶紧发出了紧急信号，要求栖息地内的3只大猩猩返回室内，其中2只雌性大猩猩都照做了。然而第3只名叫哈兰贝的雄性大猩猩并没有乖乖听话。根据资料显示，哈兰贝是西部低地大猩猩，这是4种大猩猩亚种当中最小的一种，通常生活在非洲较为偏远的热带雨林中。由于偷猎和疾病，再加上栖息地屡遭破坏，野外的西部低地大猩猩早已经濒临灭绝。而哈兰贝是在动物园圈养的状态下长大的，那一年他才17岁，体重重达200公斤。他从2014年9月18日开始被转移到辛辛那提动物园学习成年大猩猩的行为。根据他昔日的饲养员杰里斯通斯的介绍，哈兰贝出生21天后他们就认识了。他非常的聪明，拥有许多人类特征。经过多年的照顾，哈兰贝与成年人类已经非常的熟悉，但对于人类幼崽还是很陌生的。这从视频当中也能看出，面对从天而降的小男孩，哈兰贝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领地里，更是无法分辨围观群众的噪音是何意，所以看上去处于激动状态。哈兰贝当然不清楚自己该对手里的男孩有敌意，还是要和他一起玩呢？虽然以杰里的了解，认为哈兰贝并不打算杀死这个男孩，但同时他也无法预测哈兰贝接下来的行为。毕竟大猩猩是野生动物，虽不像老虎、狮子那样的食肉动物来的凶猛，但它能够徒手捏碎椰壳，哪怕是无心之举，对于男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威胁。在动物园安全团队的快速反应下，熊孩子的生命确实被成功挽救，但这也是动物园第一次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杀死动物，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悲伤。有人批评设置的安全屏障形同虚设，3岁儿童都能够轻易越过。对此，动物园解释说，大猩猩展览区自从1978年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违规行为，各种保护措施也都达到了国家标准。况且是熊孩子自己设法翻过护栏掉进去的，即便安全措施再严格一些，也敌不过游客有心要闯入其中。当然，出了这样的悲剧，动物园始终难逃其咎，他们也发表声明，会努力改善游客和动物的安全。
然而，哈兰贝的死亡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许多网友都指责这位粗心的母亲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认为她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愚蠢的人类导致了无辜的动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相反，目击者布列塔尼表示，自己同样身为母亲，所以对他心存一丝理解和同情。当时这位母亲要照看3个孩子，怀里还抱着小婴儿，而熊孩子越狱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就算是看在眼里的布列塔尼第一时间都没能制止住他。因此他觉得网友们如此指责熊孩子的母亲，甚至到了人肉网暴的地步，属实有些过分。不过网友们可不卖账，自从事故发生后，哈兰贝的形象就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表情包，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到后来还逐渐上升到了虐待动物。与此同时，人们为哈兰贝举行了各种守夜活动，部分网友还呼吁起诉熊孩子的父母，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然这其中也有反对的声音，他们嘲笑愤怒的网友只会当网络键盘侠。在这之前，他们很多人明明都很不关心大猩猩的安危，更不爱护动物，现在却热衷于在网络上指责一切。而在当时，叙利亚难民也正遭受着生存危机，他们为何不对此表达愤怒了呢？所以只能说，互联网真的是键盘侠主宰的世界，真是什么都能够吵起来。至于为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争议，那是因为这次的事故和之前的几起儿童掉进大猩猩居住地的事故非常的相似。在1986年的8月30日，年仅5岁的莱文在泽西动物园参观大猩猩时，为了看得更清楚些，站在了围栏旁的一块石头上，没想到一探头就掉进了围栏，当场昏迷。一时间，大量围观群众聚集了过来，所有人都乱成了一锅粥。很快，一只身形庞大的猩猩走到了莱文的身边，轻轻地拍着小男孩，试图唤醒他。眼看着孩子没醒，这只大猩猩坐在离孩子不远的地方，不许其他猩猩靠近，像是在守护他。然而过了一会儿，莱文从昏迷当中醒来，嚎啕大哭，所有人都很担心这会不会激怒大猩猩。没想到他赶紧走远了一些，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才有机会靠近小男孩，设法营救他。可谁成想，10年之后，也就是1996年的8月19日，又有一名3岁的男孩从母亲身边溜走，意外跌入了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大猩猩围栏当中，同样的也是摔晕了。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只名叫宾迪胡亚的雌性大猩猩逐渐靠近男孩，他一把抱起了男孩，将其带到了安全地带。与此同时，迪宾一边抚摸着男孩，一边四处张望，看上去像是在寻找任何能够帮助这名男孩的人。之后，当工作人员赶来后，迪宾就把男孩交给了对方。相比之下，辛辛那提动物园事件的处理方式显得毫无温情。动物权利组织批评动物园没有设置更坚固的屏障。最关键的是，野生动物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带出属于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其实，即便大猩猩生活在多么豪华的展馆当中，圈养这种方式对于它们或者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就好比室外下了点小雨，那些常年居住在室内围栏的大猩猩就会急着想要回到室内，生怕自己被打湿。这样的反应值得让人深思。至于哈兰贝的死，密歇根大学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芭芭拉·斯马茨表示非常的痛心。发生这样的事情，动物园必须承担起责任，因为像大猩猩这样的展区应该增加第2层防护栏，保证游客与大猩猩保持较远的距离。同时，芭芭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她请求辛辛那提动物园将其他大猩猩转移到别的庇护所，远离那些嘈杂的游客。试想一下，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他大猩猩在亲眼目睹同伴惨死后，他们同样也会悲伤，会不解，这个时候还让他们继续供游客观赏，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了。那在视频最后想问一下大家，如今的动物园到底是保护动物的地方，还是野生动物的牢笼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野生动物不在野外环境当中生存，圈养环境下它们确实能够活得比野外更久，但是生存状态感觉特别的糟糕，丧失天性不说，而且有些动物也会得抑郁症的，保不齐还会有类似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人与动物真的能做到和谐共生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事件当中，责任究竟在谁身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